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多事之秋的飞牛 OS 被爆出重大漏洞。1月中旬的时候就有报道，当时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多人遇到，然后后来这个事态呢就慢慢变得严重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漏洞都一直存在，灰黑产业的人已经玩烂了，然后才慢慢的显现出来的。并不是说出来那一瞬间是第一个发现的有可能这个漏洞就已经受迫害了很多人，而且我们在那个 FOFA 的那种扫描里头，能扫到很多主机都暴露到公网，你可以搜索到5566的主机基本上都是飞牛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你都能很顺利的进入到对应的后台，所以这个网站呢是真的有好有坏吧。那这一次呢，它是可以通过路径，就是只要你随便找一台 NAS， 不给大家做演示了，就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登录用户名密码，我都能直接访问到你 NAS 里的文件。那它现在是已经修复了，如果不更新的话，这个漏洞依旧存在。可能用的是 FRP 的方案 DDNS 的这种方案都有概率会泄露你的 NAS 内容。那就没有很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吗？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要公布到外网，你就在你的局域网内使用就可以了。我这边呢还遇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就是我升级升不了，我现在已经是官方修复补丁的那个版本1.1.18，然后再更新的时候它是更新不了的，一直卡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可能就是被植入了木马，不断你升级。另外一个纬度上的危险了，就是说我能查你的文件没有问题，完全控制你这台机器，这就是更高纬度的拿到你的控制权。如果灰黑产业他们发动 DDoS 攻击，很有可能你这台机器 CPU 各方面就爆满，然后去用流量去攻击它的目标，然后你就成为它的僵尸网络中的一员。大家在没有任何安全手段的情况下，建议把你的飞牛放到内网不要暴露出来。那我只说一点，什么样的技术是可以把飞牛让你在异地访问呢？就是异地组网这个方案，因为异地组网它是其实虚拟了一个网段，然后这个网段呢，只有你们虚拟出来的这个局域网内才能互相之间访问，它不会暴露到外网的。我现在就是 10.13.13 这样的一个网段，这个就是我拿 WireGuard 使用国内的云服务器做中转来建立的。我觉得飞牛公关压力是非常大的，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讲是一个不可逆的，有可能这个企业从此萎靡不振这个都是可预见的。听很多论坛里的小伙伴反馈，就是飞牛官方应对的不是那么及时，不是那么被重视，整个团队对于安全意识我认为是薄弱的。这位大佬分享官方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所发出来的，那我们复制一下这个，我们到 SSH 里头去看一下我这台机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病毒。那我们通过我这个 SSH 工具 Telemuse 局域网的 IP， 然后这些都是默认的，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的进来了。之前我也遇到过，就是前一阵子我也遇到过，就是特别卡的那种情况，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是不是被入侵，或者说是当肉鸡。我当时是 FRP 也开着， DDNS 也开着，还有我 WireGuard 的内网穿透也开着，我是所有的穿透方案都在里面，然后认准这个地址认准这个地址。如果你不是这个地址，那有可能就不是飞牛官方的，那你就更加要小心。来修复你的其实就给你装木马的这个大家要重视一下。我回车一下看一下效果。我们这边在监测目前扫描结束，文件是正常的，进程也是正常的。昨天吧，好像官方说，如果你不升级到最新的 1.1.8 这个版本，它就直接阻断你那个就飞牛自己运营的那个内网穿透。那至少从我们监测脚本的情况下看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科技蓝的这个脚本13，这边有一个219病毒查杀，你可以拿这个去查杀，你可以查杀重要目录
然后你去针对性的去处理。这个因为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就是一个开源的大毒软件，就是 Linux 上的，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那大家用这一期我分享的 WireGuard 做这种异地访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大家可以学一下。我这一期视频讲的还是比较细的，然后就关于飞牛也好，还是你内网的其他机器也好，这种方案是最安全的。你那个 DDNS、V6、V4 都是有风险的，好吧？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方案。然后呢，就是几乎很少有异地访问的这个需求的话，我建议就是局域网访问。我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因为我这边是虚拟机嘛，所以就是我用的时候，我用异地组网远程我这台 Windows， 然后去开虚拟机，然后我去存一些照片，会存进去。我看有网上报泄露的，就是有很多能查到这个在它的飞牛里头放一些很敏感的一些照片，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很多证件还有信用卡、银行卡这些东西，这都是很危险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你自己的飞牛上一定要注意原本我们是想更安全的在私有云的这个环境下，没想到要比网盘呀这些还不是那么安全。好了，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于飞牛的这个事件的我的一个看法。其实在这个事件没出来之前，我还是觉得飞牛是国产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NAS 系统，初具规模了。那这个事件出现以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公关一时半会扶不起来的是要一段时间缓一缓的。如果缓不过来的话，就挂掉了，就跟我们当年那个罗永浩喷西贝的那个境况是一样的，危机的公关，而且他们发现漏洞为什么不上报这种工信局这种就是让政府参与进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你重要数据丢失的话，飞牛来讲是肯定会有责任的。即使你说没有让你公布到外网，但是这个责任有很大一部分在于飞牛，毕竟你做的是NAS 的这样的系统。好了，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